在中国的乡村深处，有一位名叫李大山的大叔，他的家世并不富裕，年幼时因家境贫困，无法继续上学，只能在农田劳作。然而，尽管生活的压力使他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，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对艺术的向往。大山对木工艺术有着特殊的情感，在农闲时，他开始自学木工技艺。他借来一些简单的木工工具，仔细观察着树木的纹理和特性，尝试性的雕刻木料，慢慢地摸索出了一些基本的木工技巧。尽管起初所制作的作品并不完美，但他的热情和毅力使他坚信自己终将会成功。他发现，在村庄周围的林地中有大量的碎木料被随意丢弃，这些被舍弃的木料对大山来说却是潜在的宝藏。于是他开始挑选这些残留的木头，将它们整理齐全，亲手雕刻成各种精美的木质摆件。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木质果盘。他坚信，虽然他身居乡村，但绝对可以用他的双手打造出有着与城市里艺术家一样的作品。在大山的手中，这些被人们遗忘的碎木料变得栩栩如生，经过他的巧手，它们成为了时尚雅致的木质艺术品。他将树木的自然纹理融入设计中，使得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，充满着自然的生机。大山的木质果盘摆件制作出来后，当地的村民们被他的作品所吸引。在交易市场，他的作品也迅速引起了关注。一个时尚杂货店老板被他的作品所吸引，将大山的作品引进店内，并立马就被热情的购买者所追捧。随着大山的名声渐渐传开，他制作的木质果盘摆件迅速走红。他的作品不仅在村庄内受欢迎，在周边城市也引起轰动。一些商家将他的作品收入店内，销售迅速，立刻就引来了更多客户。这样，大山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开始聘请一些村民一起制作，共同创造更多精美的木艺作品。他还在当地举办了一些木工技艺培训班，鼓励更多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，以及那些渴望提升自我技能的村民加入其中。他的蓬勃发展的事业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村庄的文化交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山的木工艺术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当地特色，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参观和购买。由于他的木质摆件的独特性，他的作品价值也在不断攀升。许多收藏家开始对他的作品伸出橄榄枝，愿意以高价收购他的作品。在他自学木工雕刻后的数年，大山从一个在乡村辛劳的大叔，成为了备受尊重的木工艺术家和成功的企业家。他的木质果盘摆件立马价值翻倍，使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今天，大山的作品已经不仅在国内受到认可，还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收藏家所关注。他用自己的双手将那些被遗弃的木头变成了艺术品，也改变了自己和周围许多人的命运。他的故事如一支发光的蜡烛，照亮了无数最新艺术的心灵，也成为了许多人励志的榜样。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